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乐的频道。2009年9月11日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，30辆奔驰排成一列，目的是接一只价值400万的天价藏獒。而到了2012年2月，中国藏獒俱乐部主席马俊仁的藏獒直接喊出了4000万天价。看似如日中天的藏獒市场，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之后的几年，藏獒的价格一落千丈，狗园的藏獒卖不出去，几千家獒园接连倒闭。青海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浪的藏獒，甚至最后直接被送进了狗肉馆。一提到藏獒，你肯定认为它长得是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，但其实真正的藏獒却不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藏獒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曾经身价千万的藏獒又为什么沦落到流浪的地步呢？这一切都跟人类的贪婪离不开关系。把视频看到最后，一定会刷新你的三观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看藏獒的故事。藏獒是很古老的犬种，原产地青藏高原。根据考古学家的鉴定，证实了藏獒的历史已经超过了5000年。世界上好多的大型犬，例如匈牙利牧羊犬、圣伯纳犬、纽芬兰犬，都含有中国藏獒的血统。因为它对主人很忠诚，对领地内的陌生人有强烈的敌意，所以早前它是牧民的好帮手。在历史上，它也是部落首领或者国王的最佳护卫犬。藏獒在藏族人的眼中是一种神圣的动物。传说在很多年前，西藏发生了灾害，一个骑着藏獒的僧人拯救了藏民，所以早些年藏民对藏獒一直有敬畏之心。青藏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也造成了藏獒天性彪悍的性格。藏獒其实叫藏犬，只有优秀的藏犬才能叫獒。民间也有9犬出1獒的说法。传说在古代，人们为了得到最优秀的犬，往往将很多同年纪的幼犬放在一个窑坑里边，每天只提供极少的食物，或者根本不提供食物，让它们自相残杀。因为犬类有这样的特征，会吃死去同伴的尸体，狼就是个例子。狼被猎夹夹住以后，如果猎人没有及时把这个猎物带走，那它就会被同伴吃掉。古人之所以用这种残忍的方式训犬，就是为了激发它们身上的狼性。经过这种残酷的竞争之后，活下来的就是獒。这种训练方式在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上都有记载。经过历史几千年的沉淀，再加上西藏恶劣的环境，使藏獒的战斗力不断提升，这也给现在的人们炒作打下了一个基础。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，藏獒和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就这样过着平静的生活，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这个人就是张佩华。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不是很熟悉，但是在80年代，张佩华可是家喻户晓的明星。他在1984年出演电视剧《昨日星辰》后爆火，之后又在《网军》《雪珂》《旺夫雅》等电视剧中出演一系列儒雅小生的形象，在台湾一度成为琼瑶戏当仁不让的男主角。就是这个人将藏獒带进了大众的视野。张佩华不光是明星，更是一个资深的养狗爱好者。当时他在美国不惜花了25000美元买回来了一只藏獒，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他一部戏的片酬。当时台湾很少人知道这个品种，再加上张佩华经常带着这只藏獒出去活动，以至于藏獒成为上流社会人们追逐的新标杆。张佩华也因此被称为藏獒之父。在这样的风气下，80年代末的台湾藏獒身价飙升，一只藏獒幼犬能卖到20到30万台币，折换成人民币约4.35万元。而当时大陆城镇居民的收入还不到1300块。在这巨大的市场和利益的诱惑下，一个河南农民嗅到了商机。这个人就是使藏獒在大陆流行的人，他叫王占奎。王占奎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由于他喜欢养狗，在改革开放以后，在河南经营一家养狗场。1985年，一个福建商人带着几张藏獒的照片找到了王占奎，希望他能够在内地找到这种狗，然后转卖到台湾去，从中赚取差价。起初，王占奎并不认识这种狗，恰巧他们当地有一个从西北回来的劳改犯带了一只狗回来。王占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这个人，拿照片一对比，这只狗就是藏獒。根据这个人的描述，王占奎得知西藏可以买到这种狗，于是1986年，王占奎第一次进入西藏。但是在那个年代，藏民从不卖狗，这也是我们上面所说到的原因。藏獒在藏族人眼中是一种神圣的动物，如果你真的喜欢，他们就算送给你，也绝对不会把狗卖掉，他们不会花卖狗的钱。于是王占奎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去县城买了一些老百姓用得到的商品，回到牧民那里，用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，在牧民那里换来了23只藏獒。回去之后，王占奎留了3只母狗和2只公狗，剩下的18只藏獒交给了福建商人。令王占奎没有想到的是，几百块钱商品换来的藏獒，运到台湾，转手就可以卖7000元一只。在那个万元户就能够上报的年代，王占奎瞬间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翁。他不再满足去西藏购买成年的藏獒，
而是选择了自己培养幼犬。他狗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。但是到了1995年，两岸关系紧张，国家明文规定不许向台湾买卖藏獒。王占奎不能眼看他厂里的藏獒砸在自己手里，为了把这些藏獒卖出去，他把目光转向了国内市场。他开始花钱登报、上电视，疯狂的宣传和美化藏獒，并且打感情牌，说自己为了养藏獒倾家荡产了，借着保护动物的名义来博取同情。当时全国各地好多有钱人都纷纷找到了王占奎，希望在他这里购买藏獒。他不仅将自己的藏獒全都卖了出去，而且还博得了好名声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第三个推动藏獒的人出现了，他叫杨志军。杨志军是一个作家，当年他的作品《藏獒三部曲》在内地十分畅销，这给藏獒的炒作提供了文学的基础。那个时候，藏獒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万元一只，而当时北京2环的房价才几千元一平，可以说一只藏獒的价格可以在别的城市换一套房了。在这巨大的利益面前，一个真正炒作藏獒的人出现了，这个人就是当时中国田径教练马俊仁。2000年还深陷兴奋剂事件的马俊仁，在2003年转眼变成了中国藏獒俱乐部的主席。随后，他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，开始了各种炒作，鼓吹民族主义，并且开了大量的藏獒养殖场。藏獒被他包装成为东方神犬，于是就有了我们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：山西老板花了400万买了一只天价藏獒，藏獒被越炒越离谱，他们直接扬言一獒战3虎。国内的藏獒市场极其火爆，并且有人喊说黄金有价，獒无价。当年春晚上，本山老师的小品策划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上炒作的风气。你们交给我了，我炒作，炒完了，这就值钱了。那要炖完了呢？据说当年有的藏獒光配种费都得20万到30万元一次，有名的藏獒家里每天都会排队配种，而当时行贿送礼都不送现金了，一条藏獒全都能搞定。到了2012年2月，马俊仁在石家庄第2届藏獒精品博览会上，他的名叫小王子的藏獒直接喊出4000万天价。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逃不开一个规律，那就是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一件事情被放大到极点之后，它面对的一定是走向衰落。世间万物都是如此，无一例外。就好比这次藏獒的泡沫经济。到了2013年，由于前几年狗场的大量繁殖，狗市供大于求，再加上国家出台有关养殖大型宠物犬的规定，藏獒市场全面崩盘，有2/3的狗场被迫关闭，普通藏獒的价格直线下降，从几万直接跌到几千元，但是还没有人买。因为养殖藏獒的成本太高，那些养殖大户甚至直接几百元把藏獒卖进了狗肉馆，而有些不忍心将狗送到狗肉馆的老板，选择把藏獒带回西藏遗弃。而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当年落后的西藏了，牧民的工作也不需要藏獒帮助了，没人要的藏獒便成为草原上的流浪者。再加上它们的繁殖能力很强，导致西藏流浪藏獒的数量越来越多。这种现象发展到2015年的时候，流浪藏獒已经多到可以危害人们的正常生活了。越来越多的牧民反映自己在山上放牛期间遭到流浪狗的攻击，家里的食物也经常被流浪狗偷吃，甚至老人和孩子没事都不敢出门。学校或者寺院周围到处都是流浪狗，而且藏獒的战斗力很强，流浪的藏獒是群居，在藏区根本没有天敌，甚至经常跟雪豹抢食物，因为雪豹是孤身作战，它惹不起群居的藏獒，这就破坏了藏区的生态平衡。而藏区牧民虽然不需要狗帮助他们工作，但是他们对藏獒还是有感情的，再加上他们大多信奉佛教，不会去杀害这些流浪狗，除非他们遭遇袭击，不得已的时候才伤害这些流浪狗。这些流浪狗给藏区带来了各种疾病，这些曾经身价千万的藏獒成为藏区的毒瘤。最后，政府在藏区的各个地方建立了藏獒流浪犬收容所，暂时解决了流浪犬的问题。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问题，就是这些狗太能吃了。根据当时收容所的统计，每100条藏獒1年的场地、疫苗、食物就需要花费70万元，并且他们还需要花钱给这些流浪犬做绝育手术，综合起来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最后为了省这一笔绝育的费用，他们又想到了把这些藏獒分开收容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收容所只养公狗，另外一个收容所只养母狗，这样确实很见效，而且省了一大笔手术费用。但是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，跟他们的日常开销比起来，这简直是杯水车薪。最终政府不得已发动所有的藏区的牧民，让他们每家每户收容一只流浪的藏獒，这样既可以解决藏区流浪狗的问题，也能够减少政府的压力。这种一箭双雕的方式果然奏效，
藏区的毒瘤问题也逐渐得到了解决。因为在藏獒疯狂炒作的时候，那些无良的商家为了让他们的藏獒看上去更好看，强行给藏獒体内注射药品，在他们吃的饲料里放各种的添加剂，使藏獒的体型越来越大。这些被药品养大的藏獒自然也比正常纯种的藏獒好看，但是他们的体内早就存在了各种疾病，并且这些品相好的藏獒会被拿来强行配种。这些所有的原因导致后期市面上的藏獒只是空有其表，它们早就不是原来牧民家里边养的藏獒了，而这种对藏獒的伤害是不可逆的。我们现在再想去西藏找原来那种纯种的藏獒几乎是不可能了，而无论是身价千万还是最后流落街头，藏獒还是那个藏獒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一切都是那些利用藏獒谋取暴利的人种下的恶果。藏獒三部曲的作者杨志军非常后悔，他说藏獒的悲剧其实是人的悲剧，这个悲剧是人造成的，想要解决也必须由人来解决。可是制造悲剧的那一群人早就赚得盆满钵满，开心离场了，而解决悲剧的却是另外一群人。同时我也想在这里奉劝大家，不要盲目的轻信别人的炒作，要学会从历史里边寻找经验。无论是当年的藏獒热，还是现在的虚拟币，大家不要听风就是雨，先入局的人一顿吹捧，当你入局的时候，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变成那个收养流浪犬的人。那么在这里，藏獒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